为什么很多人辛苦一生，依旧没能摆脱贫困的命运？打工是否能够实现财务自由？底层如何才能改变赤贫的命运？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是一种复杂多变的生物，而我们的人生也是由诸多不同的条件综合而成。抛开出生的因素，身处底层的人要抓住改变命运的机遇。一生之中的机会并不多，总结下来就3次：第一次是高考，第2次是择业，第3次是创业。首先来说高考，很多人辛苦一生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一大因素就是没有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也没有把学习当成出路。读书学习一直是底层人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和阶层的重要途径。即使是现在高考依然是普通家庭改变命运最廉价也最稳妥的方式。可能有的人会反驳说，现在读书还有啥用？大学毕业生千万，3000块请不到农民工，却能招到一批大学生。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的认知都是有偏差的。很多人都觉得读大学就是为了那一纸证书，包括很多父母从小就给孩子灌输一种思想，就是读大学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然而这本质上是一种乞丐思维，它会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大学文凭只是可以养活自己的饭碗而已。这种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很多孩子积极探索的天性。但读大学的真正意义在于格局与思维的转变，这些东西会对整个人生有着极大的帮助，更加关乎未来在工作生活中的角色。我们处在一个多元而复杂的社会，想要把握住机遇，首先得知道什么是机遇，机遇来之前我们得准备什么，而这些考验的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决策能力。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以他人的理解和经历去构建自己的思维模式，然后再用这个思维模式理解这个世界。思维模式的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做效果会截然不同。上过大学的人相对来说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思维也更加开阔，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且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和上过大学的人相比，最大的短板就在于未来的发展没有确定性。也就是说，未来可能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被社会所淘汰。那些原来在手工工艺方面具有相关技艺的人，他们在原来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可能凭着手艺可以取得良好的收入。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他们这些手工艺的技术完全被新的科学技术所替代，他们原来的这种手艺就缺少了谋生的资本，这就直接导致了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丧失了较强竞争力。再来说说第2次机遇择业，很多人辛苦一生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原因其2就是因为从事了没有成长性的工作，年龄越大越不值钱。网上有个段子很好的说了这一点，你见过哪个工地搬砖的工人因为搬砖搬得又快又好，最后成为房地产大亨？你见过哪个外卖小哥因为送外卖送得又快又好，最后房车美女加身？有些工作属于成长性工作，每天处理的事情都不一样，每天面对的人也不一样。这种工作能够积累经验，积累人脉，不断成长，哪怕遭受挫折，经受委屈，但增长的是自己的本事。这种本事是自己的人走到哪里，本事带到哪里。这类职业越老越吃香，因为他们在本行业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价值。但有些工作天天重复一样的工作，干几个月就成为熟练工，然后几十年如一日重复简单的内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别人工作是为了成长，你这种工作就是复制日子。这种重复机械性的工作做的时间越长，工资收入水平不但不会增长，还会不断贬值。因为这种职业随时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或者被更年轻的新人取代。人的收入是跟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的，你越不可替代，那么你的收入就会越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专业技能，任何人培训半天就可以上岗，这种工作替代性太强。很多人即使每天起早贪黑，但他们的工资只比最低生活保障高不了太多。当然，这种没有成长性的工作最大的危害并不是工资低，而是会磨掉一个人激情，固化一个人的思维。在工厂流水线上做过的人可能都了解，他们每天的聊天内容无非是骂工厂的饭菜不好，骂领导的管理水平不行，骂加班，算加班和工资，再加上严苛的时间管理，他们不仅没法学习，甚至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生活。长此以往，他们心里也就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把手上的事情做好。一个人能赚到的钱和想突破的借口，一定和自己的能力和周边的人脉有关。不过长时间待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便告诉他们有一个改变的机遇，他们甚至连看都不会看，他们只想早点下班。
最后再来说说创业，我相信没人愿意一辈子打工，但为什么有的人创过业做过生意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为什么穷人的第一次创业注定会失败？答案是盲目。对于普通人来说，失败的试错成本非常高，失败一次可能就需要5、6年时间来翻身，失败2次可能一辈子就完了。在生活中，我经常看到有的人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就稀里糊涂的去创业。当你问他创业做什么的时候，很多人要么是没想好，要么就是看别人说做什么赚钱就赚钱，完全是用一腔热血去创业，拿了半辈子的积蓄准备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结果亏得连车公路都没了，后半辈子只能打工还债。创业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指的是时代红利、政策风口，地利指的是市场环境、位置区域，人和指的是个人能力或者团队能力，三者缺一不可。但很多穷人对创业有很多错误的，一是痴迷赚快钱，所以很容易被割韭菜，而且很多赚快钱的方法其实都是存在风险的。但对于大部分穷人来说，很多时候真输不起创业，其实就像是一场艰苦的马拉松。如果你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去创业，那么多半跟用100米冲刺的跑法跑马拉松的结果差不多，会在中途就猝死在赛道上。你看到的那些一夜暴富，只不过是人家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没有前期足够的积累，带来后期的一鸣惊人。二是懒于思考，没有思考的创业必定会失败。很多人之所以创业失败，就是因为前期对行业的了解不够透彻，把一切都想得过于简单，完全采用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去创业，也没有一个计划，甚至连备用的方案和退路也没有准备。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不失败。三是眼高手低，高估自己是创业者大忌，做事情一定要量力而为，高估自己往往会造成一种无法承受的局面。高估比低估更危险，低估无非是把困难想得大一些，错失一些机会少赚了一点，但高估很容易让人降低敏感，失去警惕，一旦出现不可测风险就会非常被动，所以导致的结果不是少赚，而是巨亏。所以很多人辛劳一生却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辛劳一生是一种同质化非常严重的事。对一个体力正常、身体健全的人来说，仅仅做到辛劳一生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虽然这个过程看起来很辛苦也很忙碌，但其实是很简单，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可是社会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忙碌代表不了成就。如果只顾埋头苦干，不去提升认知和能力，那么所谓的辛劳往往都是自我感动而已。底层人民如何才能改变赤贫的命运？第一是培养价值性思维，成为价值型人才。价值思维是指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通过一系列价值评判进行充分评估，最终做出价值最大化的选择。评估的思维体系就叫做价值思维。举个例子，选择上了4年大学这件事情的价值，主动的价值是个人知识水平的提升，成为了一个掌握了专业技能的人才。被动价值是获得社会对人才认可的终身资质，并且有机会继续进行深造、独守、独博。如果这4年你选择在一个工厂里打螺丝，那么主动价值就是学会打螺丝这个技能，加上每个月有操作员工的固定工资2000到3000元，但是几乎没有被动价值。能打螺丝这个技能在社会上得不到太大的认可，也不会带来额外的财富。通过以上的2个例子，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如果选择不同，得到的回报价值也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在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上，他们不断地将有较高价值的事情叠加在一起，打造自己的竞争优势和不可替代性。但我们普通人不可能是全才，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得很优秀，甚至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发现自己的独特优势，并把它磨练得足够优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变得出类拔萃。那么什么是独特优势？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最独特，人无我有。这种想法有些片面，准确的应该是人有我优。比如说同样是敲代码，一个项目别人需要3个小时，你1个小时就能搞定，是因为你敲代码的速度比别人快吗？并不是，因为你一直都在不断优化。有些功能会封装为通用的模块，需要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了，而别人是从头到尾一个一个的敲，这就是你比别人强的优势。你喜欢优化代码，平时可能看不出优势，但是一旦到了实战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来。你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强化这个优势，并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优势，而不是单纯增加每天的工作时间。第二是放大个人价值，进入马太效应正循环。作为成年人一定要懂得价值交换，你的价值越高，你能够兑换的财富也就越多。
所以当你有一定价值优势时，就要想尽办法放大你自己的价值，这样才能进入马太效应的正循环。什么是马太效应？马太效应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强者越强或者越弱的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赢家通吃，强者总会更强，弱者反而更弱。强者随着优势的积累，优秀的人、优质的资源和人脉都会随之而来，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从0到100万很难，但100万到1000万很容易的重要原因。当我们存款只有5000块钱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人以及朋友的层次都是这种存款水平的人。说白了，每天可能局限的生活便是下班之后一起出去吃个夜宵，然后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工资太少，抱怨领导不行等等。但是当你的存款有了100万之后，或许你所接触的人，他们所聊的话题便是如何投资，如何理财，甚至是有哪些新的机遇和风口。所聊的话题或许更加物质了，但是从他们的聊天信息里，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其他人的收入途径和方法。总而言之，工作赚钱的经济学本质就是一个人把他拥有的资源拿到市场上去变现成货币。通俗点讲，就是你能赚多少钱取决于你值多少钱。不经过任何学习，我们就只能出售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去做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领着微薄的薪水，时间和体力将成为你唯一可以售卖的资源。但是这个资源并不值钱，因为不具稀缺性，任何一个健全的人都可以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和时间来做这份工作。所以在生活工作中，除了充分了解自己的天赋与优势，选择适合从事的岗位或项目之外，还要打破给自己设立的限制，尽量获得更多机会，使你能在平常的工作范围之外，也能够从事一些对他人有价值的服务，从而慢慢成长为不可替代的人。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之前看到一个问题啊，你是否因为自己的学历自卑过？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想法，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被戳中的小伙伴弹幕1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知乎上有个回答是这样的：今年19岁，在最好的年纪读着很烂的技校大专，看到念大学的好友自卑又羡慕。我本可以过得更好，认真读高中，考一所不错的大学，但一切皆因果，只能跟自己说对不起，辜负了最好的那几年。也有一些小伙伴跟我说自己普通大学毕业，普通公司上班，埋怨当初没有好好上学，在后悔与纠结中不断拉扯。仔细想想，我也一样。我记得我大学毕业那会儿，因为学历自卑，没有留在上海，因为上海的一流大学实在太多了，感觉自己资历平平，竞争不过。其次，在行业及公司的选择上，也没有大胆的尝试，导致前2年的工作一直没有起色。不过我这个人比较轴，有个项目，几轮同事都坚持不了几个月就放弃了，我硬是拉俩人啃了下来。后来慢慢把业绩做上去，自己才开始负责20多人的小部门，做了中层。虽然跟人类高质量男性的标准比起来，咱充其量也就算个男性，但至少从学历自卑中走了出来，开始通过迟到的努力弥补过去。作为过来人，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和想法。千万不要因为学历自卑。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分3个方面来看。第一点，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大家的起跑线并没有差很远。另外，自卑是源于社会比较，专科的张三跟本科的李四比会自卑，李四跟211的王五比也会自卑。211、985会不会自卑我说不准，不过能考上211、985的已经是少数中的少数了。2020年高考人数是1071万，全国平均本科录取率不超过 45%， 也就是说有将近600万的学生只能上专科，甚至落榜。想上一本，你需要打败 80% 的学生；想上211，你需要打败全国 94.8% 的学生；想被985录取，你得超过 98.1% 的学生。清华北大招生人数是7826人，也就是平均每1000人也只有 0.73 个人会被录取。说这些数据就是想告诉大家，没有那么多学霸，绝大多数同龄人都是中等水平，起跑线差不了多远。毕业找工作，如果一个专科生跟一个本科生进入到同一公司的同一岗位，那学历就只是起薪上的几百块钱差距，之后在公司的发展还得看个人。第二点，谁说学历低就不能成功呢？咱们在之前的视频里就提到过，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学历其实都很低，比如大家都认识的罗永浩、黄章、李想，这几位甚至连大学都没有上过。但现在谁还能用学历来衡量他们呢，对吧？如果说这些大佬离我们太远了，说明不了问题，咱们就看自己身边的朋友，也能发现不乏学历不如自己，但通过努力打拼出一定成绩的小伙伴。我有一个朋友在河南上的专科，我从上海回来的时候，他决定去上海。当时我还纳闷，我都顶不住，您哪来的自信？不过后来他的职业经历把我的脸打得生疼。工作8年2次跳槽，他从一个基层技术人员做到知名企业的管理人员，后来自己做自媒体，收入是同龄人的3倍。因为我面试过新员工，也带过管培生，我个人更看重学习能力强、对待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的新人。相反，如果有人把学位证书往桌上一拍说：“这个
能不能挣钱？脾气大点的面试官可能会动手。学历不是限制你成长的障碍，谁说毕业之后就能不学习？在社会中要学的往往比学校里还多。另外，第一学历也不是最高学历，针对自己学历不满意的，完全可以继续深造，去专升本，去在职读研。第三点，因为学历自卑的危害真的很大，倒不是因为这个想法本身，而是自卑会影响你在择业、工作、跳槽等一系列职业规划的决定。还拿我自己来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一线城市竞争大就回二线，外企国企挤不进就去小公司，一再让步的选择导致前2年的工作都在梦游，换工作之后还因此吃了不少亏。《杀鹌鹑的少女》中有一段话，大致是这样的：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什么时候做第一份职业，什么时候恋爱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天，在日记上相当的沉闷和平凡，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这就是可怕的地方，你当时做选择的时候，看不到这个决定之后会对你有多大的影响，而自卑更是弱化了选择的重要性，让妥协看上去只差那么一点，殊不知这一点妥协会造成谬以千里的结果。虽然说选择哪条路决定不了能走多远，但从概率上看，一个正确的选择会让你走得更快，走得更稳。学历重要吗？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说到底啊，大学学历只是高中3年的一个成绩单，只是对过去的打分，决定不了你的未来。所以正确对待学历，首先要做的接受。如果说接受自己的平庸是一个成熟的表现，那一定包括接受学历的平庸。抱怨是没用的，它只会让你陷入一种情绪泥淖里，焦虑、自暴自弃、破罐破摔，这远比学历低这个事实本身对你的危害更严重。与其抱怨起点低，不如开足马力，弯道超车，做秋名山上的五菱宏光。其次是心态放平和。上面咱们提到，自卑是因为社会比较，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越是向上比较，自我评价就越低，也就越自卑。所以我们没必要非得跟一流大学比，那是他们18岁前努力的结果，咱们30岁努力也不晚。把心态放平和，跟自己同一起跑线的人那么多，先努力超越他们，再去定更高的这个目标也不迟。最后是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我发现啊，人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很单一，谁 W 挣得多谁就成功，而且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喜欢给成功下定义，什么30岁存款要7位数，房子得多大，车子得多贵，甚至连身高体重都做了标准。这太缺德了，因为一对比，我发现自己是不是人都很模糊了。这种社会价值导向很容易影响自身的价值导向，结果就是野心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跟不上。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总结了4条不成熟的行动建议，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帮助。1. 摆脱稀缺心态，着眼长远，规划职业。当我们拥有的比需要的少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稀缺陷阱。我们想去大的、挣钱多的公司，但学历不够，就产生了稀缺心态。这个时候就容易病急乱投医，找个眼下看着待遇还不错的，但长期并没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比如去流水线当厂工，去餐厅当服务员。如果这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计划，那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是因为挣的钱比去公司实习多一点，就要再慎重一下，因为这些工作只是单纯的贩卖时间和体力来换取金钱，不需要什么学历和能力，当然也不会提升能力。现在1个月挣5000，5年后很可能还是5000，而且时间一长，你的事业和思想都会受到明显的束缚。我们应该做一些可以积累并帮助自己成长的事情。工作5年就要有5年的经验，而不是一个经验重复使用5年。2. 交一些优质朋友，提高思维和认知。这里不是说挣钱多的高质量人类，而是在思维高度和认知水平都比较优秀的朋友。我以前也是因为学历自卑，看到学历高的人就躲得远远的，还给自己找安慰，不就是个211吗？能力也不过如此啊。后来人家升职加薪，我原地踏步，这下安慰也找不到了，就躲得更远了。其实还是包袱太重放不下。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良师益友。等你真的学到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处事能力、生活态度，你就会发现业余时间不只是用来刷手机打游戏，还可以看书和学习。你就会发现跟朋友在一块儿，不只是喝酒吹牛聊八卦，还可以互相鼓励和成长。有一句很鸡汤的话，最快的成长方式就是和优秀的人在一起。虽然我不太喜欢，但还找不到反驳他的理由。3. 合理配置资源，把精力用在刀刃上。我们会发现一些牛人可能只工作了2-3年，却有很强的工作能力，甚至已经做到了管理层，是因为他们有关键要务的引导，把精力尽可能放在重要的事情上，学到的知识、积累的经验自然比别人多。如果精力分散在各种简单的、重复的或者没有任何价值的事情上，能力就不可能聚焦和突破。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经历，想要看书，因为几条微信刷了一下午手机，想找个低价折扣商品，在淘宝上逛了几个小时。这就是原腾讯副总裁吴军在态度中提到的捡芝麻丢西瓜的思维方式。很多人看上去很忙，但忙的没有价值。做好资源配置，把我们的时间、技能、精力、资产、人脉等尽可能的用在能产生更高价值的地方，就能捡到更多的西瓜。4. 不断精进自己，提升核心竞争力。在一个公司待久了，很可能躺在舒适区里出不来，就是咱们常说的老油条。
干啥不行，抢功甩锅的一名。这种人也就是没被开，你让他换个公司，很可能都过不了试用期。不管现在多安逸，我们都需要有危机感，这样才能激励自己，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可以从2个方向入手，一是不断学习，培养自己在职场中的技能，保证自己在专业领域的核心竞争力，让自己具有不可替代性。就是说这个活除了你，别人来不了，你放心，老板肯定会抱你大腿。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学习新的东西，培养在工作之外也能带来收益的能力，比如学理财、学设计、学一门外语等等。当新的增长点培养壮大，原来的局就不攻自破了。最后既然大家都看到这儿了，就容我再啰嗦2句吧。再实用的建议也比不过实在的行动。如果你真的因为学历低而自卑，那就别找借口，一个字就是干，想尽一切办法改变现状。5年之后，你会感激自己现在做的努力。当你通过努力成功超越学历比你高的人的时候，低学历会从你自卑的负担变成骄傲的资本。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和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黄渤被誉为娱乐圈情商最高的明星之一，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面对刁难的问题，依然能以教科书级的回答扭转局面，给大家带来惊喜。其实你能发现，虽然每次沟通的人不一样，但沟通内容存在一定的共性，而如果能把这些内容抽离出来并转化为固定格式，我们就能用相应的技巧来应对，就像解数学题一样，一个公式可以解很多题。今天给大家分享4个万能沟通公式，在短时间内快速养成黄渤那样的沟通技巧，轻松拿捏各种社交场合。1. 拉人下水，荣辱与共。这一招主要是应对在多人场合，个别熟悉的人单纯的夸奖或并不严肃的贬损你。很多人在被别人夸奖或贬损时，第一反应总是顺着对方的话去答，要么谦虚否认，要么直接反驳。比如，你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好漂亮啊，正常回答一般是谦虚的说，没有啦，还行吧。这种回答就是情商一般的表现，因为接下来会陷入一个继续夸奖，一个继续谦辞的模式，令你变得拘束，无法平等对话。在众人看来，你也是不开朗、不自信的表现，而且别人来跟你说话，也不仅仅是为了夸奖你，更多是为了交流。交流就是互有来往，别人夸你让你开心了，可你有没有让别人也开心呢？所以情商高的人可能会笑着回答对方，你眼光真高，或者说谢谢，你今天发型也不错，很有气质等等。答案不一而定，没有绝对标准，但本质逃不开一个套路，就是把对方也拉下场。这就是所谓的荣辱与共。一个人夸你或损你，本质上他是一个评判员裁判的角色，无论你承认或反驳，都是在对自己形象进行维护或建设。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形象受到损伤，但在一些两难性问题上，你的表述无论承认还是否认，都会适得其反。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把对方也拉下场，从裁判员的角色拉到队员的角色，这样既默认了对方的赞扬，也回敬了对方。如果对方是贬损你，你们一个队的，他无形中也贬损了自己。黄渤案例1，在鲁豫有约上，鲁豫问：相当的火是吧？现在黄渤笑着答：那肯定是火，你想想，都能坐在这儿跟鲁豫聊天，那还不火吗？这段对话黄渤的回答无疑相当漂亮，但假如他只是承认，而没把对方拉下场，只说那肯定是火，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情景会是怎样。黄渤案例2，在一次典礼上，黄渤与曾志伟调侃。曾志伟说：屏幕里面一张丑脸在唱歌是很难过的，刚刚你启发了我。黄渤回答：对，其实也是，我们是互相鼓励。我小的时候也没想干这行，后来一想，曾志伟都可以拿影帝，我凭什么不行？这段对话无疑也很经典，经典之处就在于黄渤没有顺着话去辩解，而是把两人绑定在了一起。我不好，也有你的原因。实战案例：新人到一个新的地方上班，由于业务上的不熟练，难免受老员工不待见。曾经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到新公司被分到一个4人组去做事，由于业务不熟悉，总被嫌弃，还被一个女同事埋怨，说我是傻逼。听到这句话，一般人要么直接怼回去，引起争吵，要么憋忍着自己难受，然后记恨在心，但这都不是最好的办法，不利于增进团结。毕竟我们是团队协作。于是我半开玩笑说，什么样的人被分在什么样的团队做事嘛？你说我是傻逼，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团队就是个傻逼队呀？说完，那女同事和其他2人都忍不住笑了。然后我又继续说，人家别的队有人被骂，其他几人都还护着，你倒好，自己人就骂起自己人来了。我们是一个团队，这不是给人笑话吗？从那以后，那女同事就再没埋怨过我了。
耐心教我很多不懂的，大家相处也心无芥蒂，关系越来越好。2. 绝不正面回答。这个套路主要应用在别人让你做两难选择的时候，比如最经典也令所有男士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假如你妈和你女朋友同时掉水里了，你会先救谁？这种问题无论怎么选都是坑，你认真就输了。所以在这种问题上，首先的战略策略就是能不败就是赢，别想着出彩，想把这种问题答漂亮是不太可能的，只求及格，不留下把柄就行。如果你实在被逼无奈，必须要答，就是各夸一番。黄渤案例一次，记者问黄渤，高圆圆和林志玲到底谁更美？黄渤说，平时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都会有眩晕感，你现在一下子说了两个人，就是重度眩晕。这个回答无疑就是避开话题，绝不踩坑，不踩坑就是过关。黄渤案例2，小 S 问黄渤，我跟林志玲掉到海里，你要救谁？黄渤回答，应该是要先救你。小 S 继续问，怎么说？黄渤说，因为林志玲的个子比较高，她可以自己露出水面来，因为那个高度已经很奇怪了。小 S 假装生气，你才矮，你给我出来站，你给我站出来！但是你比例好，你知道吗？小 S 立刻笑了起来。实战案例，女朋友问你，如果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河里，你先救谁？这个问题你千万不要直接回答，而是夸了她一番，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你这么美，皮肤这么白，腿这么细，我怕你掉水里都轮不到我来救啊。他一听会把关注点落在你夸他的话上，会很开心，话题也就被你糊弄过去了。当然这是在两个人的情况下的对话，要是有第三者当着你妈和你女朋友问这个问题呢，模板你也可以想象成当着你的两个重要朋友或客户要你做选择，这时候就要运用各夸一番的套路了。如果别人问的是我大概意思会说，我妈一直是个很善良的人，很会替人着想，所以如果我和女朋友走在水边，她一定不会靠近，这个问题在我身上不会发生。另外我女朋友也很好，她最大的优点是不让人为难，所以她也一定不会让这种事发生。3. 不否定别人，还有自己。一个人一旦有所成就或者特长，就容易被别人拿来比较。经常你会听到有人问，你跟张三李四谁更厉害？通常人的回答就是要么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我比他厉害；要么贬低自己，抬高他人，他比我厉害。而这都不是有情商的回答，因为这既对对方不友好，也会让人觉得你狂妄或低俗。很多事情是无法直接比较的，就像两件艺术品，如何分高下？那最好的回答就是找双方的闪光点来进行赞扬。如果要凸显对方，就夸自己好，对方更好。切记要把好和不好这组关系改变为好和更好的关系，就像星巴克里只有中杯、大杯、特大杯，没有小杯一样。黄渤案例，黄渤被问是否能取代葛优，黄渤答：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辉，因为人家曾是开天辟地，在中国电影那样的时候，人是创时代的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一些晚辈，不敢造次。实战案例，一次朋友结婚，我和另外一个朋友 A 去做了伴郎，在婚礼快要结束的时候，主持人请我们上台，很明显他就是要拿伴郎伴娘逗乐活跃气氛。由于大家都不是油皮的人，有啥就打，现场一度很尴尬。后来主持人给我挖坑，你觉得你今天帅气吗？我能怎么说？如果说不帅气，那就是智商问题了。可仅仅回答帅气又是在尬聊，于是我接过话筒，当然帅了。我们都是为了朋友的婚礼精心打扮的，为了这一天我们都等了好久。主持人接着发问，那你们打扮这么帅，不怕抢了新郎风头吗？我回答，今天我们伴郎包括2位伴娘都很亮啊，就像天上的星星，但新郎新娘就像是月亮啊，我们只是众星捧月。4. 避开锋芒，故意曲解，这招的核心就是装糊涂，移花接木，可以用在没话聊的时候故意找话题，也可以用在当别人的问话涉及到隐私，你并不想如实回答的时候，这样就能起到很好的规避或转移话题的作用，并引起极大的幽默感。比如别人问你这个月赚了不少吧，你就回答是啊，又长了几斤。黄渤案例1，黄渤被记者问及黄晓明大婚是否会送红包时，记者问黄晓明婚礼会去吗？黄渤答应该。记者问准备了什么新婚大礼？黄渤答这个不好想，人家什么都有了，送他一句祝福暖心的话就可以了。记者继续问没红包啊？黄渤回答不知道现场他会不会发。黄渤案例2，有主持人问黄渤你有膨胀过吗？
黄渤回答：应该也有，但是没让别人看出来。有一段时间回家我就照镜子，忍不住对自己说：嘿，兄弟，你最近越来越帅了。实战案例：前不久一朋友说给我介绍个女朋友，让我加对方微信。由于是前朋友已经向对方聊过了我，并发了照片，加上后一开始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聊天，直接问女生对自己还满意吗？好像太直接，用对陌生人的方式招呼好像又不合适，毕竟彼此已经知其人知其事。女生好像也陷入了这种尴尬。这时她发过来一个小女孩可爱的表情，把包袱甩给了我，我该怎么接才能不尬聊？我立刻就在那个表情上做文章，回了句：你小时候好可爱啊。这就是我的故意曲解。我当然知道这个小女孩的表情包并不是她本人。接着她回了句：哈哈，那你觉得我可不可爱呢？就这样我们打开了话题，聊了很久。因为对方太优秀，任何人都难免在无意间抱怨过别人，做过一件得罪人的事。可如果被质问的时候，该怎么回答呢？这是个很尴尬的事情，因为抱怨本身就是对一个人或一件事体现出了不满。如果回答不能把负面挽回，就会越描越黑。比如抱怨跟女朋友逛街，我不想逛了，跟你逛街好累啊。女朋友立马质问：你什么意思？你嫌弃我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不赖我了？我就知道你变心了，等等等，一系列无理取闹就来了。你若只是否认解释，也难以消脱嫌疑，别人未必信，解释也容易让人以为是掩饰。可如果用纠音套路，犯错只因为是对方太优秀了，就立马能让你摆脱得罪人的境地。比如上面那个问题，你要这么说，就能圆回来。我是说心太累了，你看你走在街上，回头率那么高，所有男生都往你身上瞧，我能不心累吗？黄渤案例一，在一次综艺节目中，何炅问黄渤，大意是你为什么把孙红雷在电影一出好戏中的戏份全剪掉了？黄渤回答：整个演的比主演演的都好，你留着他干嘛？黄渤案例二，崔永元问黄渤，你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自从跟管虎导演合作以后，才知道以前跟自己合作的导演都是混蛋，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黄渤回答：对，就是因为管虎导演让我知道了一个道理，什么叫置于死地而后生。以前别的导演给我的顺境太多了，这其实对于一个年轻演员的成长来说是不利的。言外之意，以前的导演对自己太好了。最后要说，不用指望情商低的人和情商高的人一样，但至少后天可以弥补一下，比自己原来好就可以了。掌握了上面5个技巧，就能应对很多社交场合，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